地球人，你们真的以为人类这50年不再踏上月球，单纯是因为预算不够吗？还是说你们当年发射的探测器不小心听到了绝对不该听的警告？各位不科学研究社的社员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最高机密档案室，我是真觉。今天我们频道出大事了，有一位来自暗网的重量级星际吹哨人，冒着被全宇宙追杀的风险，主动联系我们，说要揭开月球背后的终极真相。可可，没错，地球人，我潜伏在你们的网络世界很久了，你们对月球的无知简直让我看不下去。今天我将用最无可辩驳的数据摧毁你们的宇宙观。珍姐，你平时讲的那些鬼故事我都忍了，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硬核科学，我要用地球人自己的数据证明你们头顶上那颗月球根本是一个充满工程学 bug 的诡异球体。哦，连我们家最爱把理性务实科学挂在嘴边的外星实习生都觉得月球不科学了。好啊，吹哨人先生，请开始你的表演，让我看看月球到底有什么 bug。地球人，你们每天抬头看月亮，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月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天体力学几率的完美几何诅咒。这个巧合在神秘学界早就不是秘密了。太阳的直径刚好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又刚好是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这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完美日全食奇景。在整个太阳系，甚至我们目前观测到的系外行星中，这种完美的视觉重合简直像是由某个造物主拿着圆规精确画出来的。这哪是拿圆规画出来的，这根本就是极致的工程学参数设定。珍姐，你知道在自然环境下要形成这种400:400的完美比例有多低吗？在行星随机碰撞中要砸出一颗能够完美遮蔽母恒星的卫星，这几率比你连续中10次地球大乐透还要低。更何况月球还被地球潮汐锁定了，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你们不觉得这太刻意了吗？所以早就有科学家看不下去了。1970年，苏联科学院的2位科学家米哈伊尔·瓦辛和亚历山大·谢巴科夫在《旅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月球是外星智慧生物创造的吗？这就是著名的太空船月球假说。苏联科学家认为，月球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颗被高等外星文明内部掏空的巨大太空船。他们为了某种目的，把这艘废弃的或是仍然运作的母舰停在了地球旁边。可我作为一个严谨的星际，作为一个客观的吹哨人，我不会直接承认这就是外星人干的。理性务实科学嘛，我们必须看数据。但是如果今天你们地球人发展出了星际航行能力，想要去另一个星系监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低等文明，你们会把监视器放在哪里？就放在他们星球旁边。太近会被发现，太远看不清楚。最符合效益的做法就是找一颗大小适中的天体，把它放在系统的引力平衡点上，然后为了确保监视器的太阳能板能稳定运作，并且镜头永远对准主标，你会让这颗天体潮汐锁定，永远只有一面对着主标行星。而且为了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大面积的阴影遮蔽测试，你会把它的尺寸和距离设定的跟系统中心的母恒星完全一致。我没说月球是外星人干的，我只是说这颗卫星的物理参数完美符合了一套最高效的星际监控工程学逻辑，完美到让人毛骨悚然。也就是说，月球如果是自然的，那这运气好到不科学；如果是人造的，
那人类这几十亿年来都在别人的监视器镜头下生活。如果说月球的几何位置只是一种巧合，那么人类亲手在月球上做的实验就彻底撕开了这层伪装。1969年11月20日，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在离开月球前执行了一项极度疯狂的计划，这就是著名的月球震波实验。NASA 原本只是想测试一下刚安装好的地震仪，结果当那 2.5 吨的金属砸下去的瞬间，地震仪传回来的数据让休士顿指挥中心的所有科学家全都安静了。地震仪显示月球涨了，就像有人在深山里敲响了一口巨大的金属钟。震动并没有像在地球上一样迅速消失，而是持续了整整55分钟。后来的阿波罗13号更夸张，他们用更重的 SIVB 火箭推进器去砸，月球的震动持续了超过3个小时。辉仔，你不是很懂科学吗？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实心石头可以被敲一下就震动3个小时？这难道不是月球是金属空心的铁证吗？冷静点，曾姐，这是有官方科学解释的，这一切都可以用理性务实科学来解答。地球因为有水，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气球，你弹它一下，震动很快就对水吸收了，这在物理学上叫阻尼效应。但是月球表面极度干燥，连一滴水都没有，它的岩石因为没有水分润滑，变得非常坚硬刚脆，所以当火箭砸下去的时候，震波没有被吸收，而是在这些干燥的岩石层之间不断弹跳。这就像你敲击一块极度干燥的石木，声音当然会传得很久啊。官方解释非常合理，一点都不奇怪。哦，真的吗？你确定这个官方解释能说服你自己？那你刚刚为什么手一直在抖？因为这只是官方告诉一般大众的简化版解释。作为一个看过原始数据的吹哨人，我必须告诉你，这份地震仪报告里隐藏了一个连 NASA 地质学家都不敢面对的恐怖细节。珍姐，你说的没错，干燥的岩石确实会让震波传递的比较久，但是传的久跟规律反射是两回事。自然天体的岩石层是混乱的、不规则的，震波在里面传递，波形应该是发散且混乱的。你看这个频率特征，这种来回反射且频率几乎维持一致的共振曲线，在我们星际在人类的材料学里，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当震源周围被一层厚度均匀、密度极高的金属外壳完全包裹的时候，月球之所以会像钟一样响了3个小时，不是因为它干燥，而是因为在那层几十公里厚的岩石伪装之下，有一层完美的金属球壳，把所有的振动能量全部反弹了回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钛合金中空球体。NASA 的人看到的这个波形，他们知道里面有东西，所以他们后来再也不敢拿火箭去砸月球了。完美的日全食比例，加上敲响3个小时的金属回音，如果月球真的是一个被伪装起来的监控站，那么当人类这群被观察者第一次踏上它的表面时，监控者会怎么做？答案就藏在阿波罗11号那段著名的消失的2分钟里。官方记录说，阿姆斯壮在登月时，因为摄影机过热和讯号切换，导致电视转播中断了2分钟。但这2分钟里，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却在 VHF 甚高频的医疗备用频道上截获了一段 NASA 抵死不认的恐怖通话。前航太工程师威廉·汤普金斯晚年爆料，他当时就在指挥中心，他亲耳听到阿姆斯壮惊恐地喊道：
这些婴儿太巨大了，天哪，你们不会相信的。那里有其他的太空船，他们就停在陨石坑的边缘，他们正在看着我们。呵，外星舰队停在陨石坑旁边看你们降落。珍姐，你们地球人想象中的外星人是不是都跟看戏的乡民一样爱凑热闹啊？不然呢？你这个星际吹哨人，难道要说这也是假的？我没说他们没遇到东西，我是说监视这种事根本不需要派实体舰队大摇大摆地停在那边。你们太小看高等文明的自动防御系统了。比起阿波罗11号那段真假难辨的语音，我这边有一份连 NASA 都承认存在的真实音档，那才是真正让我这个通信专家感到毛骨悚然的东西。Now, that music even sounds outer spacey, doesn't it? You hear that? That whistling sound? Richard. Yeah, it sounds like, outer space type music. 这段音档被 NASA 封存了快40年才解密。在绝对真空、没有空气介质的月球背面，为什么会有音乐？官方后来的解释是，这只是登月舱和指令舱之间的 VHF 无线电干扰。放屁！这就是我最受不了你们地球学家的地方，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全部推给设备干扰和静电。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段频谱，一般设备互相干扰的杂讯频率是杂乱无章的，但你们看这段波形，它的峰值排列极度对称，而且具有明确的脉冲周期。我在总部我是说在高等星际通讯协定里，这种具有特定周期的高频电磁波根本不是用来通讯的，而是用来做频谱压制的物理屏蔽波。当阿波罗10号进入月球背面，脱离了地球的视线范围时，他们触发了某种自动化的防御阵列。这个阵列释放了这段音乐，目的是要瘫痪探测器的深空扫描能力。这不是干扰，这是一次明确的系统警告。也就是说，早在阿姆斯壮登陆之前，月球的保全系统就已经在对你们响起了警报了。如果月球真的是一个有自动防御系统的巨大监控站，那它上面到底藏了什么？这就不得不提到神秘学界流传最广、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终极机密——被抹除的阿波罗20号。据说阿波罗计划表面上在17号结束，但其实美国和苏联在背地里秘密联手，发射了阿波罗18、19甚至20号。他们的目标就是去回收那艘拥有15亿年历史的远古星际战舰，以及那位3眼女外星人。这是不是代表人类早就掌握了外星科技的证据？救命啊！我真的要被你们地球人的智商笑死了。你笑什么？这可是有影片证据的。你这个吹哨人不就是来证实这些的吗？珍姐，拜托一下，前面讲的天体几何、振波频谱、屏蔽电磁波，那些都是硬核的科学异常。但你现在拿这个可信度低到连我阿妈都不相信的 AI 影片来问我哦。好，你要证据是吧？我给你地球人自己的证据。看清楚了，这整个阿波罗20号的事件，早在2007年就被证实是一个叫 Harry Spy 的法国人搞出来的 CGI 和粘土模型恶作剧。那艘飞船是画上去的，那个外星人是用粘土捏的。搞什么呀？如果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月球上没有可怕的外星大军阻止人类，那为什么自从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之后，整整50年再也没有人踏上过月球？这不合理呀！珍姐，
这就是地球人最可悲的地方。你们宁愿相信是有什么三眼外星人、星际舰队在月球上用雷射枪指着你们，阻止你们登月，也不愿意面对一个更恐怖、更残酷的真相。真相是，没有人阻止你们，是你们自己切断了通往星辰的道路。知道这条线代表什么吗？这代表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探索宇宙的野心。你们知道制造土星5号火箭需要多少人吗？几十万个顶尖工程师和技工。当预算被砍断的那一刻，那些工厂倒闭了，图纸被封存了，那批拥有手工焊接顶级航太零件技术的老技工们老死了。你的意思是，人类不是不想去，人类是去不了了。没错，人类文明的航太科技树在那一刻其实已经停滞，甚至倒退了。现在就算把图纸给你们，你们也没有完整的供应链能造出当年的土星5号。你们把庞大的资源拿去发展网际网络、社群媒体、智慧手机。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如果月球真的是一个监控站，而监控者看到了阿波罗计划的推进，他们需要派舰队去消灭你们吗？不需要，他们只需要让你们觉得上太空太贵了，没经济效益，让你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拿去研究怎么让手机荧幕更亮，怎么让短影音更让人上瘾。一个把自己锁在母星上，每天低头看着发光砖块的文明，对监控者来说才是最安全、最完美的实验品。你们不是被外星人隔离了，你们是自我阉割了。好，各位不科学研究社的社员们，今天这位吹哨人带来的数据真的让人毛骨悚然。从月球的金属影音、诡异的屏蔽电磁波，到最后这个人类科技停滞的残酷真相。听完今天的爆料，你们觉得人类这50年来死都不回月球，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在下方留言区打出你的选择。我们要来看看大家的直觉。观点1，科技断层说，就像辉仔说的，单纯就是没钱了。NASA 预算被砍，土星5号技术失传，人类自己把科技树点歪，选择了手机而不是星辰。观点2，强制警告说，月球背面的自动防御系统、音乐、震波给出了明确的星际警告。大国高层集体封锁消息，为了保命，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观点3，监视器转移说，高等文明发现，与其把监视器放在月球上，不如直接让地球人发明智慧型手机。现在大家每天都在自我监控，月球基地当然就废弃了。不管你们选什么，请记得理性、务实、科学的去面对你们的恐惧。哦，对了，如果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那就太天真了。还有，下一集我要给你们看中国嫦娥进化和玉兔2号传回来的新星雷达数据。他们在月球背面地下40公尺挖到的东西，证明了各国现在拼命想回去，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逃命。我们下集见。